继美科2023年发布 f1.4 的全画幅自动对焦85毫米 f1.4 镜头后， Mix 产品线才最终确定下来。如今85 Mix 已经问世近2年， Mix 系列也该更新了。美科选择更新的镜头是24毫米 f1.4， 一个冷门的焦段，就连御三家对其也不是非常上心。作为一颗大光圈广角镜头，其设计难度是在整个 Mix 系列中最高的，尤其是实现边缘视长与轴上相差矫正水平的均衡，这就需要光学设计针对倍率色差以及汇差做出重点矫正。我们很荣幸能够提早体验美科24 Mix， 随后我们将分享其与索尼 24GM 的对比以及使用体验。这是美科24 Mix 的光学结构的 2D layout， 它是一个总长达到121毫米、具有15片镜片的复杂结构。美科24 Mix 的对焦组是光圈前的一枚 HK9L 副镜， K9 是最常见的免排玻璃，且具有低密度的特性。对焦组的质量只有6克左右，使用步进电机驱动，在对焦时向物方移动。这枚镜头对于非球面的使用非常大方，一共3枚双面压铸非球面，都是来自成都光明的低软化点光学玻璃材料。 K9 就和刚刚对焦组基本相同，后面2枚非球面则是折射达到 1.808 的重蓝玻璃，可以在压铸制造的退火阶段以25摄氏度每小时降温而不产生过多内应力。在光学设计上，前2枚非球面比较靠前，并且对焦组置于其中，可以期待其近摄时性能不会大幅劣化。最后就来看看官方标注的高折射和 ED 是什么玻璃。高折射则是来自 FORA 的 TAFD55W， 具有高达 2.0 的折射率。美科在接受85 Mix 发黄的教训后，还是换了 FORA 的高透高折射。另外3枚 ED 玻璃则是来自成都光明的 HFK61 壁幅免玻璃和 SOA 的 FCD1 式类似物。基本全镜除了高折射玻璃外，都是使用成都光明的国产玻璃。虽然没有使用更加现代的逆短火石，但美科也是基于产品定位做出了最合适的设计 trade off。 在接下来与索尼 24GM 对比中将揭晓其性能表现。美科在24 Mix 外观设计上相比85 Mix 改进很多，镜头的正面十分简洁，仅仅标识24毫米 f1.4 的信息。量产版本比起美科在各种展会展出的版本少了对焦距离区间。作为一个喜欢极简主义的人，这样设计确实对我胃口。24 Mix 的光圈环相比85 Mix 材料更换为塑料，不过其阻尼被设计到一个易于切换的区间，光圈环的位置设计合理，在我使用时只出现过1次线误触的问题。做工也修正之前85 Pro 刻度未对齐的问题，满足强迫症。镜头右侧面则是标识品牌 logo， 和索尼原厂的布局类似，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好设计。来到左侧面， Mix Series 的标识于自定义按钮之上，灰白色标识并不会非常显眼。有个小细节，就是 A 档光圈的刻度线指向 Mix 标识，在自定义按钮下的就是 AF、MF 开关，美科全系镜头几乎通用的物料。如果单独为 Mix 做一个设计，还能提高颜值。来到背面，这里几乎和颜值不沾边了，各种认证标识充满了整个区域，显得拥挤。如果美科把认证标识置于电子固件内或者卡口上，仅仅留下 Made in China， 这是跨项简洁设计的一步。同样做不到简洁设计的还有滤镜与前预处。在消光螺纹的这圈平台上，居然具有5个元素，并且这5部分也做不到等分360度一圈圆环。没错，我的强迫症又犯了，而且这样设计也不够简洁。如果让我来设计的话，应该是就剩下最近对焦距离以及滤镜口径，或者干脆留白，啥都不剩。前域最核心的不就是滤镜尺寸和到拍摄物体的距离吗？透过前域向内望去，一潭黑水中浮现入瞳。光圈叶片处于最小光圈时还不够圆，虽然索尼 GM 也不做到，不过都无伤大雅。由于24毫米是个具有较广视角的焦段，
我们将从远摄以及近摄两部分去讨论两颗镜头的性能表现。远摄拍不了标靶，只能看实拍、固定视角以及拍摄参数。图片由 RAW 导出未修改，均以中心为对焦点。需要强调的索尼的 24GM 光轴存疑。下面是 f1.4 全开光圈的样图。两颗镜头在直出发色上有些差异，每颗相比 GM 稍微暖一些，但也不会非常黄，看起来像加了一种淡淡的明黄色。相比初代85Mix 来说，那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。当然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中心区域的分辨率表现。放大查看细节，两颗镜头的表现比较接近。仔细看的话，似乎索尼 24GM 的高频细节还多一点。不过较大的差距在后面的玻璃幕墙，索尼的出现绿色的轴向色差。每颗 24Mix 看起来也会有一点，但相比索尼不明显。来到右上角边缘，此时每颗 24Mix 的强度得以展现。24Mix 对于色差的矫正非常优秀，分辨率也同样优秀。来到左边边缘，每颗 24Mix 的分辨率依旧在线，壁画上文字依稀可见。索尼 24GM 则是呈现一种模糊的拉扯感。当然，24毫米用来拍远摄时，除非无穷远拍摄星空，不然一般还是会收缩光圈保景深。我们让两颗镜头的光圈收缩到 f8， 在缩光圈后，两只镜头中心区域几乎没有差别了。24GM 的色差也随着景深变大而缩小，基本消失，不能察觉到。继续来到收光圈后的右上角边缘， 24GM 的色差也消失不见，分辨率得到提升。不过仔细比对天花板的纹理，会发现 24GM 成像细节稍微不扎实，有一种拉扯感。如果你有看过小护法索尼 24GM 仿真的文章，就知道为什么。在仿真中， 24GM 无穷远小光圈下 MTF 的子午弧始线对视分裂状态，这种拉扯感就是来自分辨率不高的子午线对，它的坠机导致 MTF 裂开来。而每颗的 24Mix 的边缘看起来依旧能够保持扎实的成像细节，这一特点能从官方的 MTF 读取到。f8 下子午弧始线对虽然没有100%贴合，但相比索尼 24GM 好太多。每颗 24Mix 的小光圈由此体现。除了分辨率以外，远摄一般虚化不多，整个画面的绝大部分都处于焦内，倍率色差的表现也需要检查。依旧是全开光圈 f1.4， 索尼的 24GM 的色差表现依旧不能让人满意。每颗的 24Mix 消色差性能真是令人惊叹，非常干净，一点色边都没有。近摄就可以测量 MTF 了。我们使用 A724A， 物距选择 1.1 米左右，这个对应常见的全身人像工况。索尼 f1 24毫米 f1.4GM 中心的 MTF50 来到了62线对每毫米左右，而每颗的 AF 24毫米 f1.4Mix 的 MTF50 来到了60线对左右，二者十分接近。不过可以注意到的是 24GM 的高频线对似乎反差高于每颗。不过二者总的来说，全开光圈并没有来到80线对的超高分辨率镜头门槛线，但也分辨率也非常高了。当然，只看中心是不够的，我们继续来看边缘视长点的分辨率表现。17毫米的像高大约来到归异化市场的 78% 左右，算很边缘了。索尼 24GM 毫无意外的拉了，特别是它的子午线对 MTF50 仅仅剩下27线对每毫米了。很明显 24GM 子午弧始裂开了，这大概率是倍率色差在捣鬼。每颗的 24Mix 才是令人满意的表现，子午弧始的分辨率几乎一致，曲线贴合，读数在54线对每毫米左右，基本出了中心没怎么掉分辨率，均匀的分辨率表现令人赏心悦目。当然，近摄只谈分辨率会显得不够健康，轴向色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因为在近摄时总会出现虚化。观察轴向色差非常简单，就是我们多次提及的观察离焦过渡区。放大查看，左侧的索尼 24GM 爆发出耀眼的轴向色差，
是非常典型的厚绿钳子红，美科的24 Mix 则是由于我的误触光圈环导致的。此事在刚刚外观设计中亦有提及。美科24 Mix 在缩了点光圈下，其轴向色差几乎看不到了。当然，美科消色差十分厉害，还有我刚刚收光圈的一份功劳。接下来我们上地狱工况，哈哈嗨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铁链网，直接放大到离焦过渡区。美科24 Mix 也终于是坐不住了，离焦虚化开始出现可以察觉的轴向色差，它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色差发分布。美科24 Mix 的后焦色差是偏向黄色的，前景虚化的色差则是蓝色带点紫，所以看起来深蓝色一样。不过它的色差依旧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，不暴力感几乎实拍中难寻踪迹。左侧的索尼24 GM 可以选择就地枪毙了，虽然看起来非常兜，但实际上确实非常多，只不过没有85 GM 那般多就是了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，离焦过渡区除了可以观察轴向色差之外，虚化质量我们也是可以讨论的。24毫米 f1.4 的虚化量注定不会比更长焦段多，这会使其更容易出现虚化少的情况，其虚化受到相差影响后更容易观察。还是继续放大离焦过渡区，如果有经验的朋友一眼就可以判断这两只镜头的虚化特性了。索尼24 GM 是非常典型的柔和背景虚化，由球差嵌矫正带来的特征，而美科的虚化背景就有点二，是球差过矫正的特性。不过美科的色差就非常少了，从焦内外看，似乎美科24 Mix 的反差还高点。来到边缘继续看虚化，美科24 Mix 依旧维持良好的色差矫正，索尼24 GM 受到汇差影响，并非完全柔和虚化表现。光斑形状相比美科24 Mix 更加不圆。来到另一张虚化更少的图片，刚刚提到的球差特征在背景虚化中更为明显，美科的二线性非常明显，不过光斑确实比24 GM 圆非常多。最后我们来看接近最近对焦距离的表现，大约离物体40公分。美科24 Mix 中心区域的分辨率表现再次出乎意料，索尼24 GM 不能再哈气了，哈基尼分辨率这下真不如美科了。综上，美科24 Mix 的确是一颗非常综合光学性能先进的镜头，虽然没有追求极限高的分辨率，但在良好的高分辨率以及平坦均匀的全市场表现上令人满意。特别是消色差方面，这绝对是当下消色差最优异的广角镜头。原本我对广角镜头有点害怕，不过最后美科24 Mix 良好的性能表现让我在使用中惊喜不断，丰富了我的使用体验。我们也好奇美科是否会在35、50 Mix 继续开发这套光学结构。它已经在85以及24 Mix 有着显著成果，虽然是单片对焦，但其在近摄时相差表现依旧稳定。当然，我最希望的还是良好消色差的传统能够在接下来的产品中延续。